你今天打扮得这么好看，是要去参加什么活动吗？是啊，我要去参加一个婚礼。在富丽敦酒店。哇，那场得很贵诶。对，是我同事的婚礼，所以有点不好意思拒绝。你包了多少红包？我听说一桌大概是每人400块左右，所以我包了428，想帮忙 cover 一点成本。不过说实话，我一直不太喜欢用红包来回本这种想法，红包本来就应该是包祝福。我认同，但现在好像已经变成一种最低标准了。如果是高档酒店婚礼，我可能会直接拒绝，省下这笔钱。但如果我去，我只会包我负担得起的，不会按照他们的期待。毕竟场地是他们选的，不是我选的。对啊，虽然我包了428，但我还要买新衣服、化妆，还有交通费，加起来其实花更多。不过我不介意啦，只要不要把我安排跟陌生人同一桌就好，那真的很尴尬。其实我本来想带我另一半去，但那就等于要花双倍的钱。所以我现在很挑的。如果1年以上没联系，我基本直接拒绝。还有，如果少过3个月才通知我，我也会拒绝。少过3个月，为什么？婚礼场的通常至少半年前就定好了。如果临时才邀请你，很可能只是要凑人数填桌而已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听过家庭折扣红包？那是什么？一家4口去，但不是包800块，而是给个688，好像有团购价一样。或者2个大人带小孩占一个位子，但红包只算2个大人。我觉得很多人是按自己想给多少来包，不是看一席多少钱。虽然新人可能不这么想。其实我听说，有些新人会记录每个人包多少。对啊，你的红包变成数据，留着以后参考。听起来很像交易。是啊，有时候还会分新郎和新娘的红包箱。如果两边你都认识，还真的不知道要放哪一个。说真的，大家都有压力，只有酒店没有。新人先付钱，宾客觉得帮助新人回本，结果价格只会越来越高。我自己的婚礼就没有期待靠红包回本。我们选的是餐厅，所以不太担心亏钱。还好最后刚好打平。有些人其实是想赚钱的吧？结婚既然是请客，就不该把经济负担转嫁给亲朋好友。我还有一些马来西亚的亲戚来参加，他们包的是马币，金额不算大，但我真的很感激他们的心意。尤其是星期6过关，真的很辛苦。对，如果要跑那么远，我也会考虑一下。那如果你去马来西亚参加婚礼，你会包新币还是马币？我会包新币吧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则。不过说真的，参加婚礼应该是看人，不是看钱。我以前还在念书的时候，只包了10块去参加朋友婚礼，他还是很欢迎我，我们也玩得很开心，我一直记到现在。那才是真朋友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你包多少是看人，不是看场地。好了，我们到了，祝你用餐愉快。